在2003年呢，考古学家通过扫描罗马尼亚不切吉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山脉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下空间。它是在一座狮身人面像的正下方，但是这个狮身人面像呢，看上去跟一块自然风化的岩石没有任何区别。而罗马尼亚和美国对此展开了秘密研究，他们惊人的就发现，原来这个地下室中隐藏着5万年前就已经存在着未来的全息信息技术。他们亲眼目睹了先进文明留下的大厅，以及3条通向地球内部深处的神秘隧道。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罗马尼亚的不切吉山呢，最高海拔为2505米，其中的一部分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公园当中。很巧的是，在不切吉山山区的这个区域还经常有人报告说有人被不明生物袭击，看到 UFO 出没等等，甚至还有人无故的失踪。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这山里一定有外星人基地，或者是一定有什么地方是和地下文明相连通的。一开始呢，罗马尼亚政府也没有理会，直到有一天，美国五角大楼找上来说，卫星图像显示呢，这块石头下面存在着异常的现象，他们这才重视了起来。于是罗马尼亚政府就把这个事件交给了一个专门负责研究自然现象的特殊部门，而这个特殊部门就被称为0号部门。它是冷战期间罗马尼亚建立的一个处理超自然现象的部门，它的建立者是一个超心理学家，外界称呼他为西恩博士。而部门所研究的超自然现象呢，很自然的都被当做了最高的机密。西恩博士有一个学生叫塞萨尔布莱德，他就成为了这个地下密室的负责人。而塞萨尔本人并没有亲自把地下密室的真相告诉大众，而是他的一位学生拉杜西纳马尔呢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失落的地球真相》，这才把整件事情给透露出来。而拉杜呢也是0号部门的成员，因此参与了很多政府内部的秘密研究。根据拉杜的描述当联合科考队进入位于狮身人面像下方的密室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了先进的全息影像技术，而这个遗迹呢大约有5万年的历史了。在密室当中有一张巨大的桌子，他描述那个桌子高达 1.8 米，肯定当年建造它的生物跟我们人类比起来，他们一定是巨人。当人们把手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可以从3维信息图中就看到自己的 DNA，而桌面上的其他的设备还可以让人们看到外星物种的 DNA， 以及它们来自于哪颗星球。这个非凡的房间其中还包括一个投影厅，在那里呢，人们可以看到地球历史的起源。可惜的是，密室中的设备在公元5世纪左右就忽然停止运作了，至今原因不明。而密室下面呢，还有3个神秘的通道，是通向地球内部深处的。他就描述说，一条是通向伊拉克，一条通向西藏，还有一条是通向埃及。后来呢，他们跟美国人合作考察了这些隧道，通过这些隧道呢，他们在埃及的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的下方所在区域呢，就发现了另一个隐藏的密室。这也许就是和传说中的狮身人面像下方的那个阿曼迪大厅比较吻合了。而拉杜就说，这个狮身人面像下面的大厅呢，里面有整齐的石板状的物体，数量众多。经过他们的鉴定呢，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信息储存条，可以投影出全息的世界历史。后来这些石板呢，他说都被运到了美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2015年的时候，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办法，而把石板上的80%的内容给下载了下来。不过该如何解读呢，还是个未知数。而拉杜他们探访的第2条隧道呢，是通往神秘的地下都市。当他们一行人走到隧道深处的时候，在那里他们就遇见了一个从地底走出来的智者，那个智者名叫德林。德林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叫做阿佩洛斯的地心文明。他说阿佩洛斯人长得和我们一样，都是棕褐色的头发，油光发亮，他们皮肤很白，眉毛很高，一双细长的单眼皮，很像是亚洲人。难道这就是西藏地下传说的香巴拉吗？他额头很高，一看就是有很高的智慧，而且他能够和拉杜他们用罗马尼亚语言沟通，技术也很好。而智者德林就说，一般人是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出口。从外面看他们像是隐藏在大山之中，而他们会选在一些隐蔽的地方，没有人会发现。可是，一旦你踏入了那个区域你就会彻底的消失在地表的世界当中，因为仿佛是有个结界，所有的人进入到那个结界当中所有的身上的电子产品都会失效，而你还不会有任何的感觉。那一天，他就邀请拉杜他们到了一个基地，让拉杜成为他们和地表事件的一个联系人。拉杜也很高兴地同意了，因为在那里他是经历了一次非凡的全息体验。他描述说，我们现代人的科技发达嘛，通过 VR 设备可以身临其境，
他说当时他们在那边，那个地心人就通过类似的设备啊，把地球的历史展现在他的眼前，给重放了一遍。拉杜说他拿到了一个头盔，是一个惊人的跨维度科技啊，它和全息影像之间有所连接。而这个头盔看东西呢，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感官上的体验。打个比方来说，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看视频啊，哪怕是3D 的，都是只是戴个眼镜嘛。那图像再清晰呢，我们是我们，电影还是电影，那这一部分我们分得很清楚。然而他说，通过这个头盔来看东西呢，你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一个人，完全融入其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切，甚至很小的细节，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身临其境。拉杜透过头盔得知，地球上遍布着第4维度的入口，物质层面的地上维度和以太层面的第4维度原来是孪生的关系。当他正在感叹的时候啊，拉杜眼前的景象忽然出现了巨变，他就感觉到自己迅速地开始升高，冲出了地球之外，然后奇异的景象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地球的横截面，然后整个地心世界就展现在他的眼前。他说我看到地球的中心是一个黑洞，他说其他的一切都是一种很精确的方式排列在黑洞产生的磁力线上，就像是人体的能量循环一样精密。而从地球的横切面就可以看到，从物质维度移动到以太维度，甚至到地球内部都成为可能。这样的以太连接并不局限于地球，它是跨维度的，就像在看一部纪录片，而拉杜是那个纪录片中的一部分。他还说，在地球的内部有许多物质层和以太层之间的通道的关键点，称之为以太子午线。在交叉点上有着许多的特殊建筑，这些建筑实际上是覆盖了物质层和以太层之间的门户，是通道的关键点。在那些建筑里面有阿佩洛斯人和其他先进文明，他们利用门户从一个维度移动到另一个维度。建筑就包括了实际的扭曲，也就是空间传送门的那个能力，那是以多维度空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扭曲。而2个房间之间实际上是2个世界，就很像是电影《奇异博士》中的那个空间传送门。拉杜就说，到了地底呢，就只有炙热的熔岩，但在地底2500多公里处就已经进入地心世界了，那里是空的，而空的那个空间与金星的大小相仿。那地心文明的光到底是从哪来的呢？他就说，他们其实用的并非是光，而是从最中央的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传来。那么这一颗小太阳的直径大约在数百公里左右，光亮度呢只有太阳的1半，但是足以让地心人得到很好的照料了。他们不需要像我们那样为严寒和酷暑发愁，因为这里的气温呢相对平和，气候宜人。所以他说在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刚刚好。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说天空中飞来一只消失很久的翼龙，从空中飞过，但是个头要小了一些。他说在地心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工厂，一切都是那么的融洽。这个地方科技不是大自然的敌人，而万物呢顺自然而生。结束地心世界的旅程之后呢，拉杜他们就开始探访第3条隧道，是通往伊拉克的隧道。那是一条又宽又长的隧道，隧道的尽头呢是一座宽大的大厅，仍然是一片漆黑。在大厅里面，在一块空地上也有一个巨大的桌子，都是类似的布局。那么将手放到上面呢，人类的起源的影像就又出现在了眼前。在那里他们就看到了人类在地球上进化和发展，其实还是受到了恒星、行星的结构和太阳系的诸多影响的。里面就说每一个恒星、行星、卫星都或多或少的作用于生物系统的发展，这种现象一直都在发生。尽管有些人很难接受，但是恒星可以对人类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而拉杜他们看了这些，就已经意识到恒星和它们形成的构图了，是以这种方式在起作用。特定的恒星的排列可能需要10几万年的时间来决定性影响某些生物的 DNA， 而这些恒星的结构可能会持续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拉杜还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太空战争，他说有一艘巨大的球形飞船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需要维修，而这个飞船的名字呢就叫尼比鲁。这些生物是来自于天狼星文明之一个多行星系统，围绕着一个相对较小的恒星，位于主恒星带附近。而尼比鲁人决定从地球上挖矿石黄金来维修船体。有许多的小型的飞船从这个巨大的球形飞船降落到地球上，然后返回，并把各种金属带到轨道上来修飞船。其中黄金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金属是母船的一部分，而船只从此处到达交汇区域正是阿拉伯半岛。这实际上和苏美尔石碑上所写的内容相当吻合。由于地球大气层的某些物质特性呢与他们构想的不同，所以尼比鲁人是无法长期停留在这个地球表面大气层中的。于是他们决定用一些更进化的灵长类动物来进行采矿工作。
他们想要通过灵长类动物使用一种精神传递科技，扩大心灵感应的传输，然后利用他们的身体来处理地表事物和外来的生物。于是灵长类动物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外星人的身体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船员们也从那些灵长类的动物的体力劳动中而受益了。修改灵长类的 DNA 过程非常复杂，这将转化链达到进化成人类。在人类的 DNA 的转化中，拉杜就看到了一个完全先进的基因工程项目。从量子层面到人，再到地球，再到太阳系，到整个银河系、宇宙，以今日的科学概念来说，他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尼比鲁人利用恒星的排列来改造 DNA， 这艘飞船占据了太阳系中不同的位置，填补了另一个恒星系统相应的空位，它被放置在太阳系的某个区域，以便造成必要的结构。这就与宇哥之前讲过的我们太阳系内的第二个太阳那一集又相吻合了。里面说任何星系在创造之初呢都是双恒星系统。拉杜就说这个行星的改变是在连续的阶段中实现适当的频率，从而引起地球上灵长类 DNA 的一些变化。在公元前43万2000年左右呢，这种影响持续了大约1万年，而灵长类的 DNA 转化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接下来的5万年中也不断的增强。大约是公元前37万2000年呢，天狼星号航天飞船就开始降落在地球上，以提取各种材料，特别是黄金，用于修复尼比鲁。由于他们需要量身定制的生物来帮助他们呢，所以船上的外星生物决定支持灵长类动物的发展，并与他们合作呢，提取所需要的金属。拉杜就看到了人类的开始，经历了几千年的持续转变之后，第一个人类似乎完美的诞生了。周围还有其他的灵长类当时，但是在他们当中，只有他最特殊。位于伊拉克的一个地区，亚当呢就在那里诞生了。起初亚当是雌雄同体的，是第一个高级意识的存在，而拉杜能够非常清楚地感知到第一个人类的非凡特性，成为了现代人类的基础。而亚当出现之后，由于出现的生物是雌雄同体呢，非常和谐，精神上也在进化。而亚当是第一个在 DNA 中结构几乎完美的存在，所以他们用最完美的 DNA 呢，又克隆了另一个亚当。当克隆体偷吃了禁果之后，就变成了夏娃，于是就有了后面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传说。他说我还看到了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以及更高层意识的进化。他说圣经中的洪水和苏美尔人对于过去1000年社会的演变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呢，人们希望保护被水覆盖的区域的动物。他说其实诺亚方舟没有那么大，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被带入其中，而这条船也确实建成了。诺亚和他的家人甚至还带了几对动物上船，但是相对于圣经中所写的内容来说，他说诺亚方舟在地面上起到的作用很少，而动物群真正的保存和随后的复苏都是来自于太空。有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里面装满了亚洲和非洲动物的 DNA 样本，而 DNA 样本的采集是由另一个系统的生物来完成的。他们有一个虚拟生物资料库，在全息影像中也展现给他们。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之间图像消失了，体验呢也就到此结束了。之后阿洛佩斯人呢将这顶头盔就送给了拉杜，还告诉他说，之所以让他看到这些呢，是希望他可以帮助呢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公之于众。以后呢他们会再次的邀请他来这里。随后呢拉杜客气的跟他们告别，心里突然有了许多的感悟。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说，自从星球诞生的那一刻起呢，它的表面就注定了某种生物的存在，以便一些灵魂呢能够利用他们的躯体进行必要的体验。最后呢，在拉杜的书中所描述的经历是否属实呢？目前科学也无法证实，所以大家呢就当科幻故事听听就好。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